好，那么今天凌晨啊，地平线5也是完成了31赛季的更新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这赛季还给我们的蓝图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无缝地毯啊，这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啊。还有就是增加了6组可爱的小恐龙摆件啊。这个赛车游戏加恐龙，难道以后是出侏罗纪 DLC 的节奏吗？我们敬请期待吧。更新除了日常的一些 bug 修复，还有一些新的蓝图组件之外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车包啊，就是我们这个欧洲汽车车辆套件啊。也是4辆车啊，国区售价依然是19块钱，那老套路了是吧？很熟悉啊。我们去看一下这次车包里面的车辆啊，分别是这个宾尼法利纳的巴蒂斯塔、欧陆 GT 敞篷版、捷豹的 Project 8，然后是一辆孤品车 AMG Hammer 这个旅行版啊，这辆车是比较罕见的。AMG Hammer 我们是以前在地平线中有过啊，这个现在是多了一台旅行版啊，这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车啊。那车包上线之后，我也是发起了这个动态投票啊，但投票结果有点让我意外啊。我印象里大家应该会更关注巴蒂斯塔或者是对吧 Project 8这种性能车啊，没想到第一名竟然是宾利欧陆 GT 啊。那看起来在地平线玩家里啊，驾驶豪华 GT 逛街欣赏风景啊才是正确的选择。那说回车包啊，这次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一样上架 MC20 和这个宾利飞驰啊。猜测有2种可能啊，其一当然就是好车肯定会拆开卖啊，就是说 PG 现在手上牌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他有资本有资格去把这些好车给分开卖啊，这样才能赚到更多钱嘛，也能理解对吧？资本的博弈啊。那并且有消息说这些新车应该会留到 FM8 的下个更新放出啊，然后顺势登陆地平线5。FM8 其实很早就有 MC20 的比赛图了，有一个缩略图里面就有 MC20 啊，但是后来就被下架了。那引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MC20 就玛莎拉蒂 MC20 遇到了某些版权问题啊，但是隔壁也早早就上了，所以说这应该不是理由啊，所以说还是期待一手啊，这个大家期盼已久的玛莎拉蒂 MC20 能早早的进入地平线家庭啊。那说回这次车包啊，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样捷豹的 XE-SV Project 8啊，这个有点拗口啊，我们就叫它 Project 8吧。车是基于量产的 XE 平台啊打造的，但是整车经过了纯正的赛化改装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尾翼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前唇碳纤维的饰板，包括整个前脸也经过了一个大量的修改啊，增加了非常多的进气孔啊，增强散热。整车只有 20% 的部件和原车是共用的，也就是说 80% 都是全新打造的。这辆车完全就是为了公路上的这个竞速而生啊！虽然它是一辆赛道级公路房车，但是它其实还是为了征战更多的公路赛而准备的。据说啊，这个生产目的一开始也并不是为了刷新纽北什么圈速记录啊，但是没想到它是在17年的时候刷新了纽北最速4门房车的记录啊，这也是非常令人惊喜。但是好像20年又被这个梅奔 AMG 这个 GT63S 这个4驱版给刷回来了，期待一手啊！不过这两个差距非常小啊。这辆车给我最大的惊喜应该就是它原厂的一个操控驾驶感受了，稍后我们在赛道测试中会详细跟大家说明啊。那简单说一下这辆车的一些基础参数啊，这辆车搭载的是一台 5.0 升 V8 这个激增啊机械增压引擎啊，双顶置凸轮轴32气门的配置啊，动力其实非常充沛的，特别是这辆车的扭矩经过了特调啊，仅仅592匹的动力下，它能爆发出701牛米的扭矩是非常的惊人啊！而且这辆车是个4驱，别忘了，也就是说它能发挥4驱最大的这个机械抓地力极限啊！但是并且这辆车其实空力也不差啊，我们可以去调车界面看一下。这辆车默认空力就给了300多公斤啊，拉满甚至能到540几公斤啊！这个空力对于一台这个4门房车来说已经是非常恐怖了。别忘了这辆车
可是重达 1.7 吨呢，重量本来就很重啊，再加上这个空力，所以说它需要额外的动力去促使它爆发出更强的这个速度。这辆车全球限量300台，是由捷豹的 SVO 部门，就是特种车辆部门啊，在考文垂的这个技术中心以纯手工的方式组装打造啊，售价应该是18万美金吧，我记得好像是，变速箱采用的是采埃孚的8速自动手自一体变速箱啊，但是我觉得这变速箱可能是有一些败笔啊，它的传动效率我感觉上还是比不上双离合啊，所以说毕竟是一台采埃孚的8速自动嘛，那纯赛道性能的话还是比不上那些跑车的双离合变速箱啊，会有一定的动力损失。但是好在这车的悬挂调教和动力响应非常的出色，原厂是配备了米其林的 Sport Cup 2轮胎啊，不是 Cup 2R Cup 2，也就是说半热熔轮胎啊，游戏里也有对应的这个展示。然后我们说到游戏里面的这个轮胎，我们直接看一下这车的一个配置吧。这车搭载的默认引擎还额外配备了4个 Swap 引擎，分别是 5.2 升啊 V10， 也就是说小牛的那台引擎啊， Hurricane 的引擎啊， 6.5 V12 就是大牛的引擎啊， 7.7 升 V12 这个就厉害了， TVR Speedy 的引擎啊，还有一台这个终极 Meta 引擎的 Racing V12， 也就是说法拉利的 F50 GT 啊，赛用引擎，可以说基本上拉满了配置啊。比较特别的是，这车原厂是空力可调啊，并且是跟爆款尾翼和前唇是一个配置啊，所以说你不用再担心去必须拉到这个爆款尾翼和前唇，不用再装牛逼环和这个难看的尾翼了。还自带了一个小鸭尾啊，终于不用再装爆款尾翼了。我觉得以后每辆自带尾翼的车都应该是象征性的去设置一下，除非它是自动尾翼啊，至少都应该给一个可调选项啊。即使是它达不到这个 Forza 赛车尾翼的那个下压力，至少也得给一个可调选项吧，对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车的轮胎配置啊，默认是这个半热熔轮胎啊。胎宽其实挺足的，265啊，前最高能达到295啊，后305，最高到315，这个胎宽其实配置是不错的，感觉这车还是很有漂移的潜力的啊，虽然是个4门房车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车的原厂引擎拉满的动力情况啊。967匹，1069牛米啊，这个动力就非常的足了。原厂的 5.0 V8 激增啊，那应该是刚刚好能满足我们漂移比赛的配置要求是吧？但是车重是有点超标了，车重还是有点重啊。等会儿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减重拉满是多少。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把它这个设为后驱能不能减轻点重量啊？拉满是 SR 911啊，1.4吨啊，重量并没有减轻太多啊，引擎的这个重量加上去之后还是1.4吨。我们还原原厂，来到我们的这个瓜纳华托街头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声浪表现。哇哦，非常纯正的 V8 激增声浪，车内也是非常的响亮，这个声音应该是又经过了特调了。不得不说 ，PG 在近几个版本的这个新车上面啊，声音音效都做了非常大的功夫啊，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去优化啊，不论是响度还是这个混合度啊，都非常棒啊。这车我看有些资料上提示它是有4轮转向系统，但是我在游戏中并没有发现啊，而且资料也没有查到官方说它有4轮转向，但是确实它的转向半径
非常小啊，很惊人的转向半径，而且转向非常的灵敏，这点操控驾驶感受是非常棒的。哎，车内就有非常明显的激增嘤嘤声了。我们切到车头声更明显啊。这辆车官方宣称0百是3.5秒啊，但是我觉得它的后段动力是非常惊人的，后段输出是源源不断。这得益于它700牛米的超大扭矩，虽然动力是只有600匹左右，但是扭矩保证了它的前段加速。不过因为是4驱的原因，并且这个财富的8速自动变速箱啊，它后段是稍微有一点点吃力啊。你前段加速非常猛，看到没有？但过200之后会稍微有一点点迟钝啊。哇，声浪绝了，简直是！这让我想到了隔壁的地狱猫啊，同样是身上画着一个这个把猫科动物的这个性能车啊，是不是很像地狱猫啊？更多驾驶手感，我们等会儿在赛道上细说啊。来，我们看一下这车的0百加速测试啊。我们来到机场直线加速测试啊，看看这台592匹的捷豹 Project 8 1.7 吨的车重啊，4驱5.0升 V8 激增啊，能跑到什么样的成绩？官方成绩是3.5秒0百，我们测一下游戏中的实际0百成绩啊。2.95秒0百还是非常快的，0到200稍稍有些迟钝，有点慢，我感觉还是变速箱有点拖后腿啊，后段就有点吃力了，毕竟是4门房车啊，这个空力布局不太适合高速。尾速272还不错啊，4驱车能有这个尾速已经很惊人了。它毕竟是有大空力的负载在的。接着我们去赛道测试一下这辆车的真实赛道成绩啊。赛道测试前我也是纠结了一番，这车毕竟是4门的 Track Toys 啊，这在目前的地平线中还是比较难找到这个完全对应的车辆啊。那现实中对应的应该是梅奔的 AMG GT63S 啊，或者是阿尔法罗密欧的 GTAM 啊，但这2辆车在游戏中还并没有加入啊，所以说我挑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对手，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啊，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来往上翻，往上翻啊！来，没错，就是这台啊，2020款的 GTR Nismo R35啊。选它原因是一方面，它俩的动力和车重都比较匹配，并且也是4驱啊。一个是592匹，一个是对吧？1.74啊，1.74吨啊，就稍微轻一点啊。Project A 要轻一点，但是马力要小一点。分数的话相差了10分左右吧，10几分左右吧。当然这个 R35是作为纯正的这个前置跑车啊。Project 8还算是房车啊，这2个架构布局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们好不好奇啊？就在赛道中这2个到底差距多少？先不论真实的牛比圈速啊，我们看看游戏中这2个很接近的对手能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吧。这我也是比较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大跌眼镜的啊。
那么最终的圈速成绩也是出来了 ，GTR Nismo 在我们这个 Elden Ring 的赛道跑出的是1分34秒4的成绩，那 Project 8最终跑出的是1分34秒3，两者成绩几乎是相差无几啊。当然我两个都用了倒回啊，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嘛。我觉得可能理论上限应该还是 Nismo 会要更高点的，毕竟是跑车架构啊，并且纽北的圈速成绩也是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游戏中啊，情况会有如此相接近的是原因啊，我觉得还是得益于这台 Project 8调教是真的非常棒，原厂调教。毕竟我们比的是原厂圈速啊，GTR 的原厂调教就突出一个又推又甩，对吧？开过人都知道啊。不论是急变向还是入弯的这个推头，或者是这个低速弯出弯的甩尾啊，都是有些难受的。但是 Project 8完全不会有这情况啊，这两个动力几乎是一样啊，空力布局也相差无几啊，车重也几乎完全一样的车，驾驶感受却是天差地别。GTR 明显是更偏向于高速一些，它高速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并且这个变速箱会更加的激进调教。Project 8的话，它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并且驾驶手感非常舒适啊，转向半径也小啊，并且不会有任何的推头和甩尾的情况，感觉就是一台出厂就给你调教好的 Meta 车啊。玩过地平线的应该都懂啊，很多原厂车的话，好开是好开，但是就是不够快啊，并且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推头或者甩尾的一个小问题、小毛病啊。但这台车完全不一样，这台车更像是经过了精心调教的一台赛道利器啊，就像是游戏中的一些大神给你已经套好了一个完美的调教布局啊，你上手就能开啊。驾驶起来非常的轻松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转向半径真的是非常小啊，没有任何的这种推头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后段还是有些吃力的，它的后段加速并没有 GTR 这么猛啊，可能也是因为四门房车的布局吧，这空阻系数比较大啊。但单论走线的舒适程度，我认为它应该是目前游戏中四门房车的顶点了。悬挂也是异常的舒适啊，没有那种死硬的感觉啊。你看我切个路肩如履平地啊，切个香肠路肩如履平地，简直是就非常的离谱。看轻微的弹跳只有。那如果换成 GTR 的话，这路肩早就给弹飞了。可以说这应该是游戏里我目前原厂驾驶手感最棒的车辆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它集合了四驱激增的动力优秀的转向手感，强大的空力任何个新手我觉得应该都会爱不释手对它。稍加调教，可能它的上限会更高啊。我感觉捷豹工程师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他们并没有专门去为了这个某一条赛道去突出的调教它的车身，而是去综合考量了多个赛道。他们其实在研发的时候带这辆车刷新了很多赛道的记录其中包括拉古纳赛卡对吧，纽北还有美国的一条小赛道记录都被他刷新了。可见这个研发团队确实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在这辆车的一个细致调教上面。要知道这辆车其实2017年就在纽北刷出成绩来了，但是我们看2018年、19年，它依然在各地征战。不得不说，捷豹这个特种车辆部门确实对它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研究钻研它，把四门房车的一个极致给压榨出来了，性能极致给压榨出来了。另外可
可以提的一点是啊，这辆车跟 GT-AM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游戏里啊这款 Project 8并没有拆空后座，也没有装防滚架，它其实是有2个版本的，有拆空后座，有加那个防滚架的版本啊，也有像游戏中的这个4个桶椅的布局啊。相对来说，4桶椅的话，车辆会稍重一些啊，但是实用性会更强一些。好，那本次我们 Project 8节目就到此为止了。下次还想看什么车辆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我们下期再见。